为什么很多人直到生了孩子才看清自己嫁的是人是鬼？不是因为对方有多会伪装，而是你没有去真正的了解彼此，就盲目的走入了婚姻。心理学有个实验啊，有超过50%的夫妻之间是没有爱的，他只是在搭伙过日子。两个人对话除了吃什么玩什么，再也没有深层次的交流，这样的关系它一点都经不起冲突的考验。一旦涉及到孩子、票子、父母等核心问题，你们相爱的有多迅速，下头的就会有多快。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大家避3种不健康的关系，尤其是还没有步入婚姻的宝子，一定要仔细听。首先第一个，深情浓烈的爱，大多数它是表演出来的。就如果你在关系里特别贪恋情绪价值，对方越是表现的高调深情，现在是疯狂的，你越是被他给吸引。哪怕你非常清楚对方这个人他并不 OK， 这并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爱情，只是你能在他表演爱你样子里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价值。你可能从小没有获得过什么认可，所以你会格外渴望从别人身上取得积极的回馈，来证明自己也是被爱的、被接纳的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时常把你是我唯一挂在嘴边的人，就弥补你得到认可的愿望。所以你爱的从来不是对方，而是那份你缺失的自我认同感。而一旦当演员不再继续表演爱了，你就会彻底否定掉自己被爱的可能性，又或者是急于寻找下一个能给你爱的感觉的人，走入一段又一段虚假的表演式的爱。第二个，过于情绪稳定的关系都很难走向亲密。从来都不吵架的感情不一定就真的好，多半是有一方在压抑自己的感受，选择了顺从和讨好。那么这样的人大概率在小的时候就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被要求要乖要懂事，所以在长大之后他不习惯去表达感情，也不敢于去暴露自己脆弱那部分，因为他潜意识里就会担心，一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，你会不喜欢他，所以遇到问题你更习惯用回避或者顺从的模式来处理。这样的相处模式虽然能维系表面的和平，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矛盾都只是被压制了，并没有消失，之后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给爆发出来。你会觉得对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但其实你在他长期的顺从下，从未真正的了解过这个人。顺便讲一下，你之所以会喜欢顺从的伴侣，就是因为你内在是没有安全感的，你需要伴侣迁就你找到这种被爱的感觉，所以这段感情本质上它就是2个匮乏的人在抱团取暖。第三个，所有的假爱都表现出强烈的共生，就那种不分你我的彼此融合的关系，看似很浓烈，但其实只是一种共生，而共生的代价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意志被剥夺。你会在这样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自卑，越来越压抑，越来越不像自己。在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，共生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，因为这样的关系里必定充满了控制和剥削，一方会要求另一方时刻满足自己，一旦做不到就会失望，会愤怒，而你在不断妥协中也失去了独立的自我。就比如你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跳槽机会，但伴侣却说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别折腾了，最后你选择了放弃自己的追求，直到把重心全部放在对方身上，整天围着对方转，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如果你也在上面说的这3种关系里，我都建议你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感情，因为这些关系一定是不够健康且成熟的，也无法带给你真正的滋养和托举，甚至还会让你在关系中逐渐的去沉稳。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呢？爱的别名叫理解。有这样一句话，预测爱情并不难，难的是遇到理解。你能理解我的需求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拥有这项能力的前提是你先能理解你自己，你能看到自己的创伤、自己的脆弱，然后学会去自己填补内心的缺失。只有这样，你才敢于将最真实的自己在对方面前展露出来，允许自己做自己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最终能收获一段健康的、真实的、深度的、有爱的关系。